2025年了，相机能上天入海，放进口袋自动跟随，还有的相机带镜头要卖你8万块钱，但是却不能拍视频，是不是很离谱？现在选相机的难度，我觉得不比高考的压轴题简单。但相机也是我们记录生活最重要的工具，我觉得没有人能忍住在重要的时候不拍点什么。但每当你抬起相机或者手机的那一刻，有没有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就是我这台相机合适吗？那今天又到了我们1年1度的背包分享。虽然今年的器材和去年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但是却发现了很多器材的新玩法。小抠笔，年纪轻轻就出来干大活，发掘了一些对拍摄特别有用但不贵的小配件。相信无论你是刚入门的小白，还是有经验的摄影师，这期都会对你有所帮助。今天跟去年一样，我们还是依然起到了我的小摄助苗老师。嗨，现在我是100万助理大助佐助。我现在对你的所有的设备都是了如指掌。那现在我们就玩一个游戏，就是我说3个关键词，你就告诉我这是哪一台设备，好不好？这是大家一起 play 的意思。那就开始之前，一键3连，跟去年一样，练。我是谁？那首先让你猜的是今年跟去年没有改变的，就是同样都进了我们这个包的第一个设备，用的最多，轻便自拍。Pocky 吗？答对了。 Bingo。那上一年的这个背包分享，其实就提到了 MVP 相机啊，就是 Pocky 3，那1英寸的底，4K 120帧，D-Log M 旋转屏幕的设计等等，而且是大家看到的麋鹿假期里边贡献的最多机位的。所以今年我觉得最方便的 Vlog 相机可能依然是它，摔了无数次，但是身残志坚啊。拿出来呗。没有了，我已经送去去肢解了裱，对，肢解去裱起来了，因为这个就是用到有感情了是吗？有感情了，我就觉得让它就光荣退役吧。而且我发现这个设备啊，就是得用，你用的越久，你会发现它越好用。你这个上来就骚话呀！因为这是我的感触，拍一会儿我忘了。对，当然今年啊，除了拿它拍 A-RAW 以外，我还发现它很多就是很好玩的新的玩法，比如说 Pocky 3现在能直接生成朋友圈那种巨火的 Live photo。哎 Live Photo。主要的是，你记得咱们在英国的时候还让他承担那个艰巨的任务吗？咦，这是谁呀？小抠笔，屌不屌？年纪轻轻就出来干大活。所以其实你们看到的这些我们在英国拍摄的理想的车拍，全部都是用 Pocky 3和一台手机去操控的。在伦敦找了个车拍团队，我都报了大概10万的费用，真的就是 Pocky 帮我们省了很多钱。包括我们在全球各地走，发现大疆这款产品真的全球都火了。Hold on. You got the same one. Yeah, Pocky 3. 包括我们在英国买帽子的时候，那个老板也非常感兴趣，就跟他介绍了一堆 Pocky 3以后，他就给我们打了个9折嘛。啊，真的吗？Yeah, it's a small like vlog camera. Hi. Hold on a second. Really great. Like that. Okay, you can do like 10% off, right? Yeah. Thank you so much. 它变成了一个省钱神器，我真服了。所以苗老师，干嘛？就马上到你生日了嘛，一台新的 Pocky 3 ，Happy Birthday！我你不喜欢吗？这是什么直男礼物啊？Pocky 3的素材不都是他在用吗？他现在拍摄，等之后再找他算账。它变成了一个省钱神器，我真服了。我是谁？拍延时全画幅。反正肯定是索尼对， A7什么的，记不住名字啊。可以形容它是什么？相机黑色，有银边儿，有吧？对了，C2，说实话也是非常战损。亚利桑那州骑马的时候，他就跨在我的腰间，所以他就一直跟那个马鞍做碰撞。帅，挺好的。它这个口子就是你在美国的回忆。别，你现在怎么那么多升华呀？我不知道。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过年了。去年用的最多的可能是 ZV-1跟富士的 X-2S， 那其实这2台相机都能拍 4K 120帧，但24年用的最多的反而是 A7C2。一个是因为24年的行程我们其实都特别的特种兵，只要是白天的景，其实我们一个地儿只能拍个1到2个小时，然后又要转场，可能几个小时。所以其实我特别需要一台就是像素高、对焦快，然后机动性非常强，而且是什么都能干的一个水桶型的相机，就是3300万的像素，然后拍照很清晰。白天的时候，在镜光量充足的时候啊，就是 4K 30帧的视频会比 ZV-1要清晰一点。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它拍延时真的就很方便。看有个吴老师一个人等火车呢，拍延时给拍个延时。绝不没事拍延时卷大片儿。那为什么我今年带这个颜色更好的富士出去的比较少呢？其实就是因为对焦嘛，它的对焦问题，太慢了对，会用它就反而是在那拍影像迪杰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同事在，反正饺子那儿拿个 DV， 翰林那儿拿一个我这边拿一个15 Pro。对我纯玩会用富士转接一些我非常有风格化的老镜头玩。
跟去年的意见一样，如果你相对而言对自己的手动对焦能力不放心，你就买索尼。如果你对于自己，哎，我就是要玩点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出去也并不是为了干活，也不是为了短时间内能拿到很多素材。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富士，然后转接一些老镜头玩。我是谁？延时一定要用的战损三角形，脚架。哎，对，战损的边锋脚架。那之前买的时候，我特别的觉得不可思议，觉得它疯了。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买的香不香？太香了，5应该是年了吧？这个三脚架真的是001号员工，然后比我们路姆桑任何一个小伙伴陪我的时间都久。它会坏吗？没事，快寿终正寝了这个。这已经坏了，看。然后就是现在这个球台也经常会脱锁，就是我们用过的像印记、像马雅露的一些脚架也不错啊。当然这个确实是用惯了。但是呢，有一点好，就是巅峰它终身保修嘛，就现在就是问题就是它现在歇不了，所以你当时觉得我花5000块钱买个脚架是疯了，但你看有些东西它就是能用住嘛，对吧？时间能够证明它的价值。对我又开始说烧话了，我你又真受不了我自己，开始说骚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张口就能来。饺子给谁包的？接下来就是我们更新的设备了。我是谁？抗噪双屏幕，记录仪。Action，对。去年我们用的是 Action 4，今年我们用的是 Action 5 Pro， 它能增加一些临场感。首先，我觉得它能模拟我的第一人称视角。你可以看到，在我评测 iPhone 16 Pro 哈苏 XD 的时候，你们看到我举起相机按下快门的时候，就是用这台相机拍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平时怎么用的。反了，我就放在这儿就好了，而且开机、关机非常的方便。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些第一人称，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些好玩的人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交流啊，这样就润物细无声的就看。在我们聊完天以后，我说，哎，我可以传到我的频道吗？第二点，这个 Action 5 Pro 它升级了，它的预录制的时间会更长。预录制是什么？就是摄像机现在有预制菜了。它的逻辑是它一直在录，但是它不断的清理自己的缓存。需要这个之前的画面，我就点录制，它就相当于把之前的画面帮你记录下来了。打球的时候录我投篮，当时是全程录的，但是你想，现在我可以投100个，我结果进1个，我就赶紧去点录。你早该跟我说这个功能，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一人准备个 action，说完了之后，你刚说没有按录。3点就是它很灵活，就它可以放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且在南京拍奥迪的时候，就用它拍了好多很好玩的一些视角。相比于 Action 4最大的2点进步啊，一个是它自己带了47G 的内存，对吧？它有自己的内存吗？没有嘛，没有。你记得赶紧的。对，而且在拍 D-Log M 的时候，还能监看色彩的时候能够还原。轻薄，及时分享，大屏。手机还真是。真是。今年陪伴我们最多的手机是 iPhone 16 Pro， 包括上个月我们带到英国的 vivo X200 Pro。今年确实好呀。对，有2种情况是我会在拥有相机的时候，但我还是会选择用手机拍摄。第一种情况就是需要大范围运动，但我又懒得带稳定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光线足够充足的时候，手机的防抖肯定会救我一命。第二其实就是因为我的日常挂机镜头是2470，所以如果有狭小的空间，如果要用超广角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直接会拿出 iPhone 或者 vivo 的那个超广角0.5倍来拍。当然它的画质是不能跟相机比的啦，这是肯定的，但是偶尔救急吧，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挺有用的。会飞，安全轻，那不就是无人机吗？哪款呢？反正不会是那个。那个。对。Neo 挺好玩的，出门只带一台无人机，我不可能拿那个嘛，因为不卷不了大片儿。L3S。对的。那我说对了，也2/3啊。可以这么算的。那你如果算 DJI L3S， 你就说对了，5/6了。今年大疆发布了很多不同形态的无人机啊，比如说4月份 Avata 2，还有9月份的那个电子宠物嘛。但是今年我带出去最多的新品还是 L3S。你看报备的编号什么的，我们都会贴在这个上面，所以真的也是陪我们走了很多地方，包括最近的在英国的那些追着理想的航拍，也都是用它拍摄的。然后我的片子其实更多比较4平8稳啊，所以我用 Avata 2那种特种飞行的片子，可能需要一些。主要还是怂。今年的 L3S 相比于去年的 L3，其实最大的升级有2点，一个是画质，因为它是英寸的底，
它在暗光表现跟宽容度上都更好。第二就是飞行的这种安全性大大的提高了，因为 Air 3S 不仅有这个全向的避障，还增加了比如说前向的激光雷达，所以你即便是在晚上飞，它炸机的概率也是大大的降。还有就是这个下视飞行辅助影像，下降的时候能看到下边的画面，然后你不需要再把摄像头再转到下面。所以如果你是小白，想买一台既能拍人又能拍景，画质需要足够好，还比较安全，体积重量都适中的无人机，我觉得 Air 3S 是我比较推荐的。这个升级是我觉得 OK 的，但是 D-Log 还是没有给。我是谁？最贵的啊，说大地探险家，大地探索家，探索家，还可以。哟，对了，54%。我发现他这个名字取的是很有道理的，他只需要你探索，但不要探险。我怎么又升华了？哎呀，真的烦死了！不是包饺子吗？那年初我们也体验过这个模块化 907X， 我都出过视频，然后他们也用的是同一块传感器，都能拍1亿像素的照片，也都有湖南长沙，你知道那个自然色彩科学。这两台都是色彩科学一样的，那最大区别在我看来就是机身的设计，一个是屏幕还有就是防抖。你觉得哪个更好看？它呢像儒雅的伦敦，它很绅士，它就很适合我穿的那一套黑色的衣服，拿着它咔嚓优雅。就适合我穿上这种，哎，或者说你穿的很拽很潮，拿它，哇，帅的。袖珍，不能换镜头，卡片。卡片相机，哎，可能真不知道它是理光，哎， Believe in 这型号名。很火的那个什么 TR 吗？是叫什么 R 什么的 GR3， GR3，对 GR3，它比手机的优势就是因为它照相没有锐化嘛。这很重要 ，APS-C 的画幅2.8的定焦镜头，这个清晰度跟虚化都比手机要好很多。而且它好像也有胶片感。它的那个滤镜模拟是最熟，所以我现在其实跟朋友出去聚会什么的，我会把它带着。闪光灯叫 Flash Q Q202，这个是唐僧推荐给我的，就是我现在出去，比如聚会的时候，我也会。师傅，今年我会特别愿意带的，包括在百大的后台，我跟博主们合影，我都是用的这个。这就拍了，没片儿，我没装片。多少钱一张？15块吧，差不多吧。这款是宝丽来的690，它的颜色我很喜欢，我会觉得比之前用的拍立得要好一点。然后，但受非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温度啊，开盲盒它有点，而且有一点开盲盒，大家挺好玩。大家对宝丽来这个品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个账号叫意式倒流。这个多少钱？这不贵，这不贵，这真不贵。那你告诉我们，接下来就要多少钱？聊到了就是麦克风了。这个你说说，没事，多少钱？啊，好好奇。你觉得呢？2000，差不多吧，差不多。机器都猜完了，然后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麦克风。那去年我们用的最多的是 DJI 的 Mic 2，基本上一整年的旅行我们都在用它。但是今年年底的时候出现了一款新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身上的这个，来对比一下 DJI Mic Mini。前两天去帮周洋去拍陶喆，他们俩也用的这个。为什么昨天帮你拍陶喆，你选择了这款 DJI Mini 的麦克？因为他们寄给我了呀。啊。就首先它确实小了很多，有时候它之前1代2代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衣服薄或者有领子，你挂在那个领子上，那个领子往下坠。但这个小了之后不会轻易的就往下坠。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也试过之后呢，它的音质确实很饱满，还有一个降噪跟防爆音的一个功能。你来一个飙高音海豚音。大家看，苗儿在这儿拖地，超级的吵。当然，我们现在像这种很吵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启它的这个降噪啊，只需要这个开机键摁一下。大家听一下，现在是降噪模式的弱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那现在是降噪的强档，不知道你们现在听着怎么样？我觉得可以自行判断。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这个3.5的音频线和防风毛衣都能放进它的盒子里了。在上一年的背包分享里边，我提了一嘴，没想到今年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用 DJI Mic 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是生态，因为我只需要长按一下这个信号键，让绿灯变成蓝灯，它就可以在这几个设备之间来回切换。还有一点就是 Mini 的价格啊，就是这款 Mic 2的价格是2499，这个只要999。因为更便宜啊，所以和 Mic 2的功能上也有区别。在这儿可以放一张图，大家可以截图对比一下。
啊，接下来聊聊，除了小蜜蜂以外，可能最好看的录音设备就是我手里这个 TP7，还有我现在用的这个 CM-15的麦克风。因为这可能是我用过最贵的录音机了。为什么这么贵？其实一方面我觉得是它的工业设计。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陆米仓发的那期年度颜值数码单品的视频。那去年分享到的配件有电子气吹、擦镜纸、扳手，还有滤镜包，这些都没有变啊。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今年的最佳配件啊，是一个 MagSafe 的冷靴支架，看就是这么一个小玩意儿，看到了吗？然后我们的手机通过 MagSafe 可以噗，看它就可以监视器吗？对的，配合上索尼的最新的固件，就可以当一个非常方便的监视器，且你在这上面可以调节任何参数。而且其实这个 iPhone 的颜色其实是比很多监视器还要正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出去都不带监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聊背包上面的这个快拆神器了。大家知道我平时出去的时候不可能只带一台相机，这是今年提高效率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好，现在就放进去了，然后取下来，那这个是巅峰的，我是为了跟自己的脚架可以无缝的衔接，这个拆下来就能装脚架上。虽然这东西五六百，但是500-600，对的，因为他说是承重是90公斤，能挂我哎，能挂你，理论上，但我没挂过，回头挂你试试。可以啊。配件上面还有一个隐藏的小彩蛋啊，非常多人在问 HK Workshop 的那个肩带的问题，所以今年我跟 HK Workshop 就有联名一款相机的快拆扣，也有陆米仓的第2版的 logo。陆米仓定制了2款，一种是这个棕色的英文的 logo， 一种是黑色的中文的 logo。喜欢棕色的扣个1，喜欢黑色的扣个2。我在这儿也收集一波意见，所有东西都是手工的，也是用的美国的牛皮，包括这些编织全部都是手工的，包括它也会成为我们的公关礼物什么的。但是售卖这件事儿，因为很多的朋友，包括从色卡明信片就开始问了，就是要售卖这个事儿，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也并不希望就陆米仓突然间，说实话，我们也没有工位，突然招一个产品部门去搞客服啊、物流啊这些东西，还有仓储，这我光想我就头疼。但是今年的充电抽奖里面会不定时的抽给大家，这包括每个月的抽奖我们都会送。去年我介绍的是霹雳的那个背包嘛，虽然功能性很强，但是其实它穿搭上就是谈不上好看吧。但是我今年也在背啊，比如它的装载能力确实是比它要强很多的。说实话，它的装载能力不太强，但是我会觉得它好看很多。其实对，它不是专业的摄影包，它是户外背包。然后我就在网上试了各种各样的内胆，然后最终留下这个天霸的这个尺寸就放在里面，刚刚好。这可以放2台机器，然后我外边我还能放1台机器，然后我前面这儿还可以再挂1台机器，但是它不能装3脚架，所以我就在淘宝上它有专门改的人，我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力去拴住它，而且非常的牢固。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设备箱，那过去我们都用的是绿色的这个箱子，可能几百块钱一个，它是那种硬壳箱，但是只有2个轮子。最近换成了这个北欧的一个极限运动的品牌，它是一个黑色大箱子，然后我们去英国带的就是它，然后它内胆非常的扎实，而且容量很大。这个尺寸是可以上飞机的，所以它作为设备箱是非常合适的。最主要的是它是4个轮子的，就更好滚。它更好滚，所以真的是很好用。2024年最适合推荐给大家的东西就是这些了。大家会不会已经开始一个个加购了，用自己的这个年终奖或者是压岁钱？但其实我也想跟大家聊聊，买设备这个事儿一定要理性一点啊，要真心的考虑它真的适不适合你。就今年我玩黑悟空玩到黑熊怪那一章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最后金池长老的那个袈裟的时候，我其实有问自己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一个设备，如果你不用，就没有任何意义。它就是袈裟。你有那么多的袈裟，你可能最终只能穿出去。不如买件冲锋衣。我做自媒体这几年，因为频道需要也好，自己的爱好也好，我真的买了很多当年我买不起的设备。但是呢，也有很多我拿到了就真的是没有被我使用的设备。比如说这个宾得672，因为我很喜欢摄影师滨田英明，包括浅田家那个电影，所以我一直都对这台机器有滤镜。我花了1晚上的时间去给它，比如买电池、挑电池，然后我买120的胶卷，我甚至买了一个很好看的120胶卷的盒子，然后把它放到我们冰箱里。但我没有拿它真的出去拍过1次。反观呢，像 Pocket 3，我可能买它的时候，得到它的时候不会有得到它的时候那么的开心，但回头看它记录下来的那些回忆的价值，其实远远高于这些相机。一艘船停靠在海港的时候是最安全的，但是它也失去了船的意义。
所以其实应该老粉都是看了我们像素长街这个栏目，应该是每看什么就会种草什么。但我真的觉得你应该直视自己内心的需求，最主要的是真的买了它，你要用它，把它带出去，不然的话就会变成你衣柜里的一件袈裟。那我们下一期像素长街再见，拜拜。